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做的这款甜点出现在日剧《孤独的美食家》第8季的第4集。主人公大叔偶然中发现了这家小店，点了冰咖啡和这款卡斯特拉蜂蜜松饼。高颜值的外表，雪花般入口即化，超有空气感，怪不得大叔都难以抵挡它的诱惑，称它为口感高级的松软公主。其实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，从准备到出炉也就半个多小时。我们先来预热烤箱至180度，我用的这个18公分直径的铸铁锅，用其他容器也都可以。四周和底部涂上薄薄一层的黄油。准备2枚大号的鸡蛋，每颗带壳大约65克以上，蛋白和蛋黄分离。蛋黄中加入牛奶，再倒入蜂蜜。这款松饼和戚风蛋糕稍有不同，不需要加植物油。蜂蜜需要和牛奶和蛋黄搅拌均匀，否则就会粘在打蛋器上。低筋面粉过筛，分2次倒入蛋黄糊里，用 Z 字的方法搅拌。搅拌好的蛋黄糊应该是可以缓慢流动的状态。打发蛋白的步骤和做戚风蛋糕类似，蛋白中滴几滴柠檬汁，有助于蛋白霜的稳定性。先中高速打发，直到蛋白出现较粗的泡泡。倒入1/3的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，一边打发可一边转动容器，这样可以将蛋白打发得更均匀。这时气泡开始变得细腻起来。再加入1/3的糖，用中速打发，蛋白开始出现细腻的纹路，用搅拌头提起，出现大弯钩状。加入剩余的糖，改低速打发，纹路变得更加细腻和光滑，搅拌头出现小弯钩状，又叫中性发泡，就算打发好了。取少量的蛋白霜加入蛋黄糊里，由下至上的翻搅均匀，然后一起倒入蛋白霜里。害怕消泡的话，可以用打蛋器用翻拌的方式，因为打蛋器的弧形设计可以更好地把蛋白霜中的空气保留住，见不到一丝蛋白霜了。蛋糕糊可以缓慢地滴落下来，或者更稠更厚一点都是没问题的。如果比这个状态还稀的话，就说明有点消泡了。倒入铸铁锅里，大约8分满，轻震几下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，或者左右晃动几下，用牙签在表面转圈，让表面更加的平整。放入烤箱中下层，180度先设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松饼明显的膨胀，而且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硬膜。取出，马上用刀尖划一个10字，大约2毫米深，出来的划痕是最漂亮的。刀不锋利的话，划痕就会有点坑坑洼洼的。快速划完之后，马上放回烤箱，温度调低至170度，继续烤15分钟。因为有了划痕，表面也不会随便裂开，空气就会从划痕的地方散出来，出现了一个完美的10字。出炉后，中间放一块黄油，撒少量的糖粉，也可以配上枫糖浆，一道超级美味香甜的卡斯特拉蜂蜜松饼就做好了。这个甜点一定要出炉马上趁热吃，不一会儿就会慢慢的回缩。与其说是松饼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蛋糕。一刀插下去，又松又软，又香又甜，怪不得大叔一个人就能把这2人份的松饼一口气满足的吃完了。大家也可以周末在家做完，发到我的 Facebook 交作业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